大家好呀，这是薛梦啊。今天玩十字军章3呢，久违了。本期呢，我们来做个小测试。正常游玩的情况下，如果只能够近亲相间乱伦，多久才能出纯血？为了方便测试啊，我装了一个地图裁切模组，只保留了爱尔兰岛。接下来是捏人环节啊，男性异性恋，文化选择来自东罗马传承的希腊文化。因为地图裁切啊没法朝圣，我们要用到宗教赞助传统获取教改所需的虔诚。名字就叫做薛梦啊，这种题材必须得亲自扮演才好玩。年龄按照我的真实年龄捏啊，16岁。性格特质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怪客就够了。其他特质这一栏呢，选择倾国倾城和多产这两个加生育力的遗传特质。多产上面这个纯血啊，这就是我们本期的目标了。夫妻双方共同的祖先越多，生出有纯血特质的孩子的概率就越高。至于代价，就是下面这一串了：足内翻、驼背、口齿不清、口吃、侏儒巨人、基因繁殖等等。最严重的是血友病和不孕不育。最后再拿一个写日记者和倾诉者，减少压力啊。好了，开局。进入游戏之后呢，不要犹豫啊，立刻向南边的德斯蒙德宣战。我们作为高贵的希腊人，想要在岛上存活下来，就要比这些爱尔兰人更爱尔兰。旭日梦亲率边防军与持盾者，与德斯蒙德首都大破波国抵抗军，希腊的制式军队打得爱尔兰人毫无还手之力。这一战之后，围城的4个月都没有再遇到任何抵抗。德斯蒙德伯爵与北方赶来的盟友啊，就在海上默默地看着我们占领了伯国全境。1067年12月27日，我们征服了南边土地啊，可以放心做实验了。看了一圈啊，这个其实选择也没几个。这个18岁的阿兰呢，还不错啊，求婚吧。作为出身卑微的贱民，阿兰喜不自胜，立刻赶来了宫廷，接着清晰明确不加掩饰的表示自己重新恋。旭日梦则清晰明确不加掩饰的表示啊，自己没注意看，不好意思，立刻选择离婚。新的妻子同样来自于爱尔兰，名叫莉基亚，就叫小莉好了。婚后呢，旭日梦立刻展开了全面勾引攻势。小莉作为底层的贱民啊，对这些贵族浪漫啊丝毫没有抵抗力。过去我们依靠婚姻连接，现在我们依靠真情。1年后的冬季，蒙耶稣之眷顾，孩子出生了，健康可爱，且继承到了母亲的敏锐特质，名叫福卡斯啊，曾经罗马帝国一位靠兵面上位的暴君皇帝的名字啊，希望他能够作为长子继承家族的志业，不择手段实现我的目标。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福卡斯日渐强壮啊，夫妻2人觉得是时候考虑生2胎了。于是啊，73年春季啊，夫妻2人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小男孩继承到了来自父亲的倾国倾城特质。神父看到这样俊俏小男孩，激动到当场大喊了一句 Jesus， 接着就回到了主的身边。为了纪念神父这样诡异的死亡，小男孩就起名为了居里洛斯，耶稣的希腊音译名。3年后，女儿出生，妻子在得知家族愿景之后，为其取了相对很美好的希腊名字狄俄尼西亚，希腊神话中的丰收与繁殖之神，希望狄俄尼西亚能与兄长啊繁殖足够多的孩子啊，以实现家族目标。之后所剩无多的日子里，夫妻2人生活依旧美好幸福。小莉呢，为旭日梦又生下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1084年4月20日清晨，旭日梦一觉睡醒，下意识伸手摸向小莉的肚子，暗暗的希望生产顺利，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啊！没想到下一刻，鼻腔瞬间被血腥味充满，掀开被子，只见得血淋淋的一颗人头啊！咽了咽口水，揉揉眼睛，没错，是小莉。小莉被暗杀了，神秘死亡。看来我们高贵纯洁的家族志愿啊，被那些不理解我们的愚蠢之人发现了，是时候加速计划了。首先，宗族传承啊，点出血脉的第一节，贵族血脉。接着，宗教改革，海岛基督教孱弱、原始且扭曲的教义，完全无法衬托我们的意志。隐修制度换个反身像，神平誓愿换个肉欲高涨。至于第3个礼仪，先把血亲性关系这里可笑且可悲的交味旁系亲属婚姻啊，改为无限制婚姻。然后礼仪教义改为圣婚，通过与近亲结婚啊，我们效仿了最初造物的神圣结合，如亚当与夏娃那样至神圣的交媾啊，是唯一能够让我们与邪恶的斗争中获得纯洁与神之青睐途径啊。宗教态度改为基要主义，允许离婚，婚姻类型改为多配偶吧，免了之后啊，这个男女比例失调了，导致绝后。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海岛圣火教创建，世界会看到神宠爱我们。
二女儿阿德利亚涅与二儿子居里多斯结婚，他们两个呢都有倾国倾城特质啊，他们的孩子一定可以继承到来自徐仁梦的优良基因。大儿子则是与大女儿结婚，他们两个都有敏锐特质，他们的孩子大概率可以继承到来自母亲的优良基因。至于三儿子与四儿子，目前家族没有女性可以和他们配对啊，就暂时用不上了，所以目前呢就是父系一对和母系一对竞争了。认为更加美丽的父系可以实现目标的，请扣1；认为更加聪慧的母系一对可以实现目标的，请扣2。就在安排孩子们结婚后没多久，当地的爱尔兰人揭竿而起暴动了啊，刚好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在本地新研究的一种有趣的刑法。几个月后，暴动平息，暴动领袖被活捉丢入地牢。演示一下采摘玩法吧。首先这个头颅可以选择摘下来之后做成头颅还是高脚杯，脊髓也可以拔出来做成脊髓剑。接着呢，因为我们交易有反身像，我们可以再摧毁掉，获得前程与金钱非常的有趣。视角从内部放到外部可以看到北面这个康诺特现在撞得厉害该清除一下外部威胁了。17个月轻松拿下了整个康诺特公国，可以继续安心做育种了。95年1月14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母系这对率先生出了孩子，眉清目秀加聪慧可惜因为近亲繁殖患有血友病应该活不了几天了。次年，父系这边呢也生育出了孩子，敏锐加倾国倾城加多产这个是目前家族中血脉最好的孩子了。父系目前遥遥领先，应该是没有悬念了。母系这边又生了个敏锐之前血友病的孩子还活着。父系这边呢又生了一个倾国倾城多产可惜呢因为近亲繁殖有个纺锤身形，像这种严重畸形的孩子可以趁他还小直接阉割成这个无须阉人，剥夺其继承权。到这里双方的竞争就算告一段落了。委派间谍首脑谋划了一套完整的指控诉母系这边的居里洛斯想要暗杀他，对他图谋不轨顺势就给居里洛斯抓入地牢，一手阉割囚犯，剥夺其继承权，宣布父系这一对取得了生育胜利任凭怎么骂街也无济于事了。父系这边的两个孩子，包括有血友病的孩子也全部阉割女儿们的继承权也全部剥夺，大部分土地授予皮洛士，也就是父系这边血统最优异的小孩子名下。至于配偶想必我的女儿阿德利亚涅应该很反感自己被阉割的丈夫吧？我来做这个坏人好了，安排你们离婚，然后让你和皮洛士订婚，让你和你的外甥订婚小鲜肉来着。很快皮洛士的孩子就出生了，完美继承到了父母所有的优良基因徐仁梦由此也放下了心，合上了眼。1115年9月4日，皮洛士继位，成为了公爵，这是第3代人了。次年儿子出生了，也很完美，直接安排和女儿订婚，这对孩子非常有可能生出纯血了。10年后，皮洛士压力爆炸，选择退位，开始扮演第4代人。不出所料，第4代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小女孩，她获得了纯血特质。至此用了70年，4代人终于有纯血了。然后我想着再有一个纯血的男孩子一男一女，亚当夏娃，这样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让纯血传播下去了。但是可惜这个妻子在生育第5个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享年26岁看来得想别的办法了。就这么又过去了几年我的大儿子皮罗士被他的妻子，也就是我大女儿给杀死了。这本来呢是一件平平无奇的杀人事件，但是我仔细一看，发现他们刚生出的小男孩居然有纯血特质那么目前我们家族就有2个人有纯血了。第一个是我的二女儿，第二个是我的孙子开大车俨然已经成为了我们家族的优良传统。安排我的好圣孙与二女儿结婚吧。很快第5代人开始了，二女儿继位了，这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纯血特质的，目前49岁，自己的直圣兼丈夫呢20岁，还是有生育概率的。2年后孩子出生，是个小男孩，拥有纯血特质49岁49岁，这就是纯血的威力吗？就这么一直生来生去又跑了几十年，直到这个第7代人用了整整145年终于有了2个适龄的纯血配对了。2个孩子全都是天才，倾国倾城，多产纯血，仅仅相差2岁太完美了。
至此啊，我们这期的纯血配种测试就到这里结束了啊！看来只要下了狠手啊，纯近亲相间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实现纯血的。好了，这里是徐人木啊，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务必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